不愧是9重天仙品级别的海棠酿，让我足足醉了3天。待我浑浑噩噩的睁眼，灵台混沌地打开手机，被眼前的一幕活生生给吓醒了。浮生若梦，甜蜜官宣恋情报，大义凛然，街头忘情拥吻报，成群结队，暧昧同回小区报，好消息磕的 CP 全是真的热，内娱疯了报，唯粉地狱热，内娱恋爱元年热，感觉刘小锤和张大涵也是真的热，而实时评论更是另一种癫狂的盛况。我去，起猛了，看到 CP 成真了，在睡会，造谣，绝对是造谣，别太爱蹭了，就是说，等待哥哥澄清，楼上别再自欺欺人了，你单就差把哥哥老婆写在脸上了。哈哈哈！就你单看嫂子那不值钱的样子，路过的狗都要浅磕一口。拜托，就那小眼神，我看床都散架了。楼上说的对，我就是散架的床，谁来为我发声？笑得我唯粉的18层地狱也不过如此吧。妈耶，今天不是内娱疯了，就是我疯了。看着眼前不断弹出的消息，零碎的醉酒记忆纷纷涌入我的脑海。当时酩酊大醉的我握着手机，涕泪俱下，一边点开热门 CP 榜，一边在地上阴暗爬行。狠狠发癫，我虽然失恋了，但你们一定要幸福啊！喊的那叫一个肝肠寸断，撕心裂肺。正如我接到小天地上司夺命连环 call 的此时此刻，月老，老子数到3，立刻马上滚到我的办公室，电话无情戛然而止，只留下忧伤的我45度仰望天空 shift。 内娱没完，我先完了。天地殿内，我那个暴躁上司虎视眈眈地盯着我，感觉下一秒就会把我的仙髓抽出来，然后丢进畜生道，轮回个180年。袁双白，长本事了呀！地座上的男人咬牙切齿，我让你牵红线，你给我玩连连看是吧？我颤颤巍巍的紧抿双唇，不敢应话。温半山，小天地，我的直属上司，出了名的好美的一张脸，好毒的一张嘴。此时最正确的做法就是等他先把气撒完。只见面容俊美的小天地优雅地挽起袖巾，皮笑肉不笑地看着我，开始了他的嘴炮输出。我是真服了你了，你连就算了，你就不能专情点，搞点纯爱1v1吗？你知不知道你给一个爱豆牵了3条红线啊？其中2条还是他同寝的队友，就离谱啊！袁双白，你是真敢牵啊？要不你也把我跟你牵一牵，跟9重天上所有180以上的腹肌男都牵一牵。知道你180以上还有腹肌了。这场审判持续了半个小时，最后终于以他经典的口头禅 shift 结束战斗。你告诉我究竟发生了什么？温半山嘴炮太久，浅喝了口水，等着我的解释。给我点时间，这件事情我会解决。要是让他知道我因为失恋喝酒发癫才酿成如此大祸，他估计可以从现在笑到我退休。温半山没有继续追问，只是挑眉问我，我最得意的属下想怎么解决？可恶，到现在还不忘阴阳我。我强装淡定，拂袖一挥，在店内半空演示起了风险方案之拯救内娱 PPT。我发癫时给 CP 榜单前20都牵了红线，若是普通红线直接施法剪掉就好了，可偏偏神志不清的我给他们牵的都是最稀有最宝贵也是最牢固的极品红线。我耗费自己的所有灵力，在短时间内只能够施法剪断10条极品红线，而目前20对 CP 中有3对已经官宣，剩下的大多数只是被拍到蛛丝马迹，或者还完全没有暴露在媒体之下。官宣的就让他宣吧，作为月老送内娱几对真情侣也无妨，排除可切掉的10条和任其发展的3条。好巧不巧，剩下的7对 CP 全都出现在一个韶华有你的选秀节目当中。我只要下凡想办法在中选夜前拔除这7对 CP 里所有人的情丝就好了。凡人的情丝3年一长，3年够我养好灵力，把他们的红线都剪了。而且爱豆封心所爱，不谈恋爱是职业素养啊。他们这3年有情丝没情丝无所谓的。当温半山看着 PPT 微微颔首，我便知道这个方案可行。但我没想到他居然说要跟我一起下凡。你以为我想去啊？他故作嫌弃地瞥了我几眼。就你现在这芝麻点大的灵力，情丝没拔呢，就撅半路上了。到时候说我苛待员工，毁了我谦恭下士的声誉。我牵强而又礼貌地笑了笑。声誉？拜托，9重天路过的一条狗都会开口尊称你一句温嘴炮呢。不过上司的要求，社畜怎么敢拒绝？于是温半山和我一起下凡。我们为了低调行事，选了2个没啥镜头的爱豆附身。这俩爱豆没背景，没资本，性格闷，还是唱跳双废，唯一能拿得出手的脸，在一众精雕细琢的爱豆面前，也显得寡淡平庸，泯然众人。所以在初舞台上，理所当然的被分到了 F 班。都第3天了，连个人影都没见着。温半山懒散地打着哈欠，每天醒得比鸡早，被撅起来练舞，
就是你的好办法，在选秀节目里能被网友组 CP 的，几乎全是出道的热门人选，不是在 A 班，就是在 B 班，而练舞室和宿舍都按评级分配。身处 F 班的我们很难跟他们产生交集。不过放心，我已经有解决方案了。我问温半山，老板，你相信努力就会有收获吗？怎么，你想让他俩冲上 A 班？温半山眉头微挑，上下打量我。你的幽默倒是与日俱增，但萨巴米在舞台上鸡跳的都比这俩气宇轩昂。我点头附和，但如果只是努力错方向了呢？语毕，还未等温半山反应过来，我一脚把他踹到 C 位，并指着他对 F 组内的队友大喊，他想做 rap 担当。队友闻言齐刷刷地看向温半山，宛如抓到了救命稻草。迟迟不觉的 rap 位终于有人愿意当了，但看到温半山一脸不情愿的黑脸样，又不确定地询问道，是真的吗？温半山现在那副身体的名字当然是真的。我无视脸色阴沉难看的温半山，又狠狠添了几把火。昨晚我亲眼所见，小温练 rap 练到了凌晨3点啊！别看他现在这副表情，其实只是内向，不好意思。小温啊，不要害羞，想唱就唱，唱得响亮。来，我们给小温的勇气鼓个掌好不好？虽然搞不清状况，但起哄总没错。练舞室里一时间掌声雷动，徒留温半山虎视眈眈地盯着我，看眼神我知道他已在内心大喊800遍 shift。他用仙法隔空传音于我，袁双白，嘴皮子这么溜，你不要命了？不敢，这一切都是为了任务呀！我亲爱的老板，我敢这么做，自然有我的道理。温半山曾言，所有下属中，我最得他心意。是我能力最为出众吗？不，是因为我马屁拍得贼溜。在我源源不断是彩虹屁的轰炸之下，温半山最终以一声真拿你没办法的无奈叹息，答应了我的请求，并硬着头皮给大家来了段 rap。拜托，舌战9重天无敌手的实际在那摆着呢，再加上这浑然天成的嚣张与臭屁，嘿嘿，我亲爱的老板，你怎么不算个 rapper 呢？当然，为了避免温半山秋后算账，我还是识相的狗腿到底。一连几天，谄媚又殷勤的给他捶肩捏腿，满脸陪笑，继续巴巴了好久的彩虹屁。我亲爱的老板，您就是 rapper 界的紫微星啊！ rapper 界不能没有您，就像西方不能没有耶路撒冷。您这只是小露一手，这排名就蹭蹭往上涨啊！人啊，选对赛道果然很重要。温半山一踏入 rap 领域，那简直就是完完全全的专业对口。不说大杀四方，但也算得上突飞猛进。镜头不仅多了，热度也涨上去了。公演之后，连跳2级，直接冲进了 C 班。他既然升班了，那接下来也要轮到我了。凭你这四肢僵硬的广播体操吗？温半山皱眉打量我，语气里皆是不信。我嘿嘿一笑 ，No， 当然是凭老板您啊！你以为在这里只能靠实力吗？不是我说，小温啊，你还是太天真、太稚嫩了。这里面的门门道道，够你跟袁九好好学呢。节目里最重要是啥？话题、镜头。现在温半山的热度起来了，我还需要去锻炼那3脚猫舞技吗？不，抓紧蹭热度才是王道。此后，我恨不得化身为八爪鱼，天天黏着温半山。渐渐的，镜头和热度也上去了。虽然经常有他的伪粉骂我是蹭狗，但无所谓，在内娱黑红也是红。不过，真正让我的热度大涨，甚至一跃冲进 B 班的事件，竟是一个谁也没料想过的意外。那天，我刚和温半山分开，准备各回各的练舞室，电梯按钮刚按下的一瞬，整个电梯刹那间漆黑一片。惊恐的我一屁股蹲摔倒在地，无尽的恐惧不断地吞噬着我。我怕黑，患有严重的幽闭恐惧症。医仙说与我凡间的经历有关，每位仙人飞升之前都是普通凡人，在百世千世的轮回中积攒功德，直至功德圆满，羽化登仙。仙人无需再进轮回，便也无需再喝下忘川的孟婆汤。他们会带着最后一世的记忆位列仙级，但我却没有这些记忆，只有衣襟上绣着的袁双白3字，能证明我的姓名。我也曾去功德殿，试图翻查我的过去。袁双白，轮回308世，末世为救34名孩童，死于火灾，遂功德圆满。寥寥2行，便是我知道的所有过去。我对此很是不解。死于火灾，我应该怕火，而不是怕黑，怎么会是幽闭恐惧症呢？是温半山告诉我，往事已去，纠结于此没有任何意义，并赠了我一颗北海夜明珠，芒光璀璨，亮如白昼，可驱幽暗。他说，你应该向前看，那才是你的现在和未来。自从有了那颗夜明珠，我再也不曾陷进恐惧的黑暗之中，它也一直被我收在心虚当中，随身携带。可我现在不能召唤它。电梯的监控器频频闪烁着红点，
我不能在镜头下使用任何仙术宝物。小白，别怕，我在。磁性低哑的声音，稳重可靠，隐隐轻抚着我的不安。是温半山，再撑一会儿，一会儿就好，我保证。他说。随即，我看到电梯门缝一点点的有光亮渗出，他竟然徒手将电梯门硬生生地掰开了。逆光出现的他，轮廓俊美挺拔，当时的氛围感像极了唯美的偶像剧。如果他第一眼看到我时，我不是翘着屁股在地上阴暗爬行的话，温半山肉眼可见的傻眼了，嘴角抽了又抽。你撅着腚在地上爬来爬去 ，cos 千年大王八呢？只见我四肢匍匐贴着地板，蠕动来蠕动去，张牙舞爪的捡着散落的小零食，那是我偷偷从食堂薅过来的。刚刚吓得一屁股蹲摔，掉了一地，想捡起来，但腿不自主发软，站不起来，索性就用爬了。温半山看了眼我发颤的腿，眉头紧皱，已是了然，而我竟从他眼中品出了几丝心疼。他一把将我抱起，轻声哄道：“没事了，我带你回宿舍。”语气柔和如风，吹得我心起涟漪。这本只是一次电梯短路导致停电的意外，但节目组将监控剪辑了一番，并放入正片。没想到这个片段吸引了众多吃瓜路人，最后甚至直冲热搜第一。虽然很可怜，但不好意思，真的好好笑啊！演我精神状态已经疯了，但还想吃。谢谢。本来心情不好，现在一整个爆笑如雷。介绍一下，韶华有你47号选手袁白代表作，下一屁股蹲，阴暗爬行 ，cos 千年大王八，腿软了，但嘴还没软，欢迎乐子们给他打 call。一个喜欢阴暗爬行的人，再坏也坏不到哪去，这就是我的善恶观。白门除了吸了一批乐子粉外，我甚至还有了 CP 粉。温文，我奋不顾身救你，你却在 cos 千年大王八。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莫过于你在演偶像剧，我却在演恐怖片。在电梯里的30秒，你是在为我八门救你而感动，还是在为一屁股蹲掉落的零食而惋惜？别说，最后温文把腿软的他抱出电梯的那段，好酥好温柔，浅磕一口。他俩糖点很多的，大家快去超话看啊！真的好磕，爱磕。就这样，因祸得福，在乐子粉和 CP 粉的打头下，我和温半山顺利地冲进了 B 班。可新的难题又出现了，虽然和目标人物接触已不是难事，但无处不在的高清摄像头让我找不到机会拔除他们的情丝。有一个地方绝对没有摄像头，温半山肯定道。哪里？我问。澡堂人果然要红了。节目组给 A、B 班安排的澡堂都是其他班级不能比的豪华，一排排的单间浴室，敞亮又隔音，太适合拿来拔情丝了。目标爱豆前脚刚进单间浴室，我和温半山后脚便施法瞬移，也跟着进了他所在的单间。OMG！ 只见目标爱豆被仙法迷晕，瘫坐在浴室内。因为他在洗澡，所以身上自然是一丝不挂。这肩这腰还有呢，画面过于活色生香，导致我眼睛都看直了，不由感叹，不愧是有3对 CP 的人啊，有点东西。而温半山则迅速扯了件衣服盖上了他，动作之快让人惋惜。袁双白不害臊吗？盯得这么起劲，小心以后长针眼。我无辜极了，指着自己的裤裆，干嘛要害臊？袁白他也有啊。温半山话落，我又抬眼打量起温文那具身体，不怕死的比较道，嘿嘿，我的还比你大哦。就在温半山顶着一张耳角泛红的臭脸要将我挫骨扬灰之时，一道金光闪现，一名神清俊秀的男子忽然出现在我们身旁。半山，双白，好久不见。看清来人后，原本嬉皮笑脸的我傻傻定在原地。是剑庭，9重天上最受人拥戴的战神，也是我那个表白失败的 crush。犹记得我刚进9重天那日，在天池边迷了路，无意间触怒了休憩的神兽，他尖锐的爪牙朝我扑来，是剑庭的影分身将我护在怀里，硬生生地抵住了血腥一击，救了我一命。影分身只是战神仙力所凝的幻象，我伸出手想触摸他，他却随风消逝殆尽。忽然一种熟悉感与绝望涌上心头，压抑的我难以喘息。我始终不清楚那份沉痛悲伤来源于何处，但这份异样的情绪让我对他格外关注。之后渐渐演变成了心动的开始。只是当我莽足了勇气向他表达我的爱慕之时，他却摇头道：“我有喜欢的人了。”提及他时，眼里是我未曾见过的柔情缱绻。也是当晚，失恋的我连干3坛烈酒，酒醉发疯发癫，给内娱乱牵红线，才导致了今日的局面。战神本从事的就是督检工作，这次突然出现也是因天帝的要求。来看看我们的任务进度。向其简单汇报之后，他微微点头，不错不错，进展速度很快。随即转头看向我，微笑道：“说来双白闯的这个祸，我也有责任。”只见他纤长的手一挥，一个与他模样并无二致的小人
立于我的肩头。这个影分身就当我的赔礼吧。我看着那个影分身，眼睛都亮了几分。不愧是九重天上以温雅出名的剑庭战神啊！发好人卡还带赔礼的。我笑呵呵的，刚准备收下，后脖梗的软肉却被一双大手给扣住了。啊！双白闯的祸，居然还跟战神有关吗？温半山虽然带着一脸的笑意，礼貌非常，但却礼貌的让我感到害怕。小天地不知道吗？剑庭惊讶开口。双白他那天，温半山静静的听着剑庭的话，脸上的笑意逐渐挂不住了，瞧着我的眼神也变得阴恻恻的。好不容易送别了战神，我颤颤巍巍的抽完目标爱豆的情丝，抬脚刚想走，温半山却俯身将我压在角落里，垂眸居高临下般的看着我。很好吗？你都有喜欢的人了。他的气场阴沉，仿佛要将人当场吞了。我连忙挤出讨好的笑，双手摆得跟扑棱蛾子似的。没，都是以前不懂事，现在不喜欢了。眼前的男人忽然又凑近了些，轻靠在我耳边，一改以往的高傲与臭屁，语气间藏着些酸劲和委屈。我听到他问我，那双白现在懂事了，可不可以喜欢我？家人们，谁懂啊？狗腿社畜居然被暴躁上司告白了。虽然我狗腿得很称你心意，但老板你也没必要这么奖励我吧？怎么，奖励是我不满意吗？温半山直勾勾地盯着我，眼睛不曾挪开半寸。所以喜欢你有啥好处吗？我问。小孩子感情用事，成年人讲究利弊。比如我可以每天睡到10点再去打卡上班吗？温半山摇头，不可以。那你给我少布置点工作任务总可以吧？温半山继续摇头，不可以。所以就是没好处的意思。温半山依旧摇头，也不是。话落，他一把掀起衣襟，精实的腰腹一览无余。哦吼，好像也不是不可以。虽然色欲熏心，但我的脑子反应还是很快。不对，你这是温文的身体啊！我咋知道你真身行不行？只见一道金光闪烁，眼前的男子忽然换了一副肉身，模样异常俊美，身材也更精实挺阔。我低头扫了一眼 ，OK， 你行，非常行，比在座的所有人都行。几天后，情丝陆陆续续拔的也差不多了，只等今晚拔掉最后一缕就可以圆满收尾。我正计划着回9重天后好好请个年假放纵一番的时候，忽然被节目组莫名 EQ。今天是我们的好伙伴袁白的生日，节目组特地为他准备了一份小礼物。我小声惊呼，向节目组表达感谢。虽然是借袁白的身份，但这也是我第一次过生日。不知晓过往的我又怎会有生日呢？在9重天时，也就因着温半山讨厌面食，总将他的长寿面赠送于我，我也能沾点光，蹭一点生日氛围罢了。我礼貌地接过礼物，四四方方的一个盒子，还特地用袁白出生年份的报纸来包装礼物，也是有心。只是下一秒，我闲来无事，随意瞥了几眼报纸上的标题，便错愕地呆滞在原地。最美女教师袁双白用生命点燃34名孩子的生存之光。2003年11月3日头条报道。我一字一句地的完这篇长达数千字的报道。里面的我出身于孤儿院，却坚韧不拔，以优异的成绩考入重点大学，并在毕业后毅然前往贫苦地区支教，直至3年后学校的一场火灾，为了拯救全班孩童而被活活烧死。完成任务回到9重天后，我对那篇报道一直耿耿于怀，实在是忍不住好奇。我最终让建庭给的影分身就着那篇报道去调查了一番，确实有奇怪的点。孤儿院的院长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我小时候胆子就特别大，深夜其他小朋友不敢去上厕所，我就会自告奋勇的陪着他们一起去。明明小时候从不怕黑的我，为什么如今会这般恐惧黑暗，甚至还得上了幽闭恐惧症？还有究竟为什么9重天上唯独只有我没有过去的记忆？或许是我的心思都写在了脸上。温半山看出了我的不对劲，只见他扶着我的脸，深深叹了口气道，小白，他只有担心我的时候才会喊我小白，没有人可以消除神仙的记忆，除非他自己愿意。他说，所以是我自己选择忘记的。他用冰凉的指尖将我鬓角的碎发撩至耳后，定定地看着我，眼里盛满了难得的温柔。是，所以我个人不建议你去寻回那些可能会让你痛苦的回忆。现在的你无忧无虑，不好吗？温半山说得很对，但我最终还是去找了孟婆。我实在是太好奇了，哪怕痛苦，那也是我的一部分。我已经不明不白活了很多年了，从此以后我只想清醒地活着。温半山知道后沉默了许久，最后还是沉声告诉我，西园山郊住着一个退休孟婆，她可以给你答案。我揽着她的脖子主动亲了一口。放心，我就算恢复了记忆，也是愿意喜欢你的。
78，温半山，你对我而言始终都是不同的。在你扒开电梯救我时，我就开始心动了。他的眼底沾着绯色，双手牢牢地将我顾在怀里，回应了我一个更悠长缠绵的吻。我自然是信你的，他说。西园山郊，退休孟婆见我的第一眼，似乎就认出了我是谁。没想到你居然做了月老，我不解，记忆中我们可没见过吧？也对，你当然是不记得了。他又仔细端详了我几眼，那个时候你还是刚飞升的小仙呢，整个人死气沉沉的，悲怆极了，还让我救救你呢。那段记忆就这么痛苦吗？孟婆似乎知晓我在想什么，拍了拍我的肩，笑得妩媚动人。没事的，妹妹，现在的你可以承受那段记忆了。还未等我回答，她突然话锋一转，眉眼泛起了嗤笑。对了，浮生若梦是月老妹妹，你醉酒牵的红线吧？我傻傻的点头，好像是我乱牵的20对 CP 里唯3没剪断的3对之一。一瞬间，她眼睛都亮了，握起我的手激动道：“妹妹，你知道吗？您就是我们爱生爱梦的婶啊！为了表达感激之情，我为你精心准备了一份礼物哟。”话落，就拉着我往屋里走。屋内银光闪烁，满墙都是记忆瓶。鲜少人知道，孟婆汤的作用是提取而非消除。人一旦喝下孟婆汤，记忆会自动凝聚，接着被提取出体内，储存于孟婆的记忆瓶当中。从刚刚她的话语来看，刚飞升的我应该是主动找她喝了孟婆汤。来吧，别磨蹭了。只见孟婆施法打碎了飘荡着的记忆瓶，我这就帮你恢复记忆。不知过了多久，恢复记忆的我恍惚地跪坐在地上，整个人泣不成声。温半山，你骗我！元月寒冬，还在襁褓中的我，被丢在了孤儿院门口，不知姓名，不知年龄，只因院长看了眼圆月树枝上的白霜，便取名叫了元霜白。孤儿院的生活虽然清贫，但热热闹闹的，也算快乐。某天深夜，我隐隐听见门外有人在断断续续的抽泣。我拉开门，走廊尽头蹲着一个我没见过的小男孩，眼睛润润的，哭得鼻子都红了。当时5岁的我奶声奶气地问他：“你蹲在这干嘛呀？”他哇的一声，哭得更凶了，抽抽噎噎的说自己迷路了。这是我和温半山的第一次见面。同样的5岁，他爸妈车祸身亡，没有亲戚愿意抚养他，所以丢给了孤儿院。刚来到这里，人生地不熟，半夜爬起来上厕所，怕黑，没找到路，害怕极了，便蹲在角落哭了起来。而我牵起他的手，咧牙冲他笑道：“别哭了，以后我罩你。”温半山小时候个子比同龄人都矮，孤儿院一些顽皮的男生很喜欢欺负他。那时的我长得圆润胖乎，一脚就能把那些男生踹翻在地。看着他们摔一脸脏泥的滑稽模样，我和温半山就会咯咯直笑。但我知道他们私下还是会欺负他，总是抢温半山的餐食，所以他才总是一副发育不良的样子。后来我每次都特地只吃3分饱，然后把剩下的食物偷偷塞给温半山。渐渐的，他越长越高，越长越挺拔，比周围的同龄人还高出了很大一截。于是再也没有男生敢欺负他了。加上他嘴毒臭屁的性格，他甚至成了孤儿院的孩子王。而我因为节食瘦了很大一圈，从一个小胖墩变成一个体格偏瘦的小女孩。也是从那年开始，在孤儿院里变成了温半山照我。温半山脑子好，特别会读书，而我就很懒，上课老是打瞌睡，作业也不想写。他每天就搬个小板凳坐在我身旁，逼着我学习。我撒泼打滚，哭着说我不想学，他眉头都没皱一下，态度非常强硬。元霜白，哭也没用，你必须学。每天他都会辅导我到很晚很晚，直到确保我掌握所有的知识点。那个年代教育资源很有限，只有学习成绩最拔尖的那几个学生，孤儿院才会继续资助他们上高中。在温半山的一路辅导下，我顺利的上了高中，参加了高考。当他和我对完高考答案的那刻，温半山悬着好几年心仿佛落下了。他笑着对我说：“小白，我们会有很好的未来。”成年后的我们搬出了孤儿院，但因为考上了大学，所以也不用担心住所，加上慈善资金的定期资助，我们也没有太大的经济压力。温半山的大学就在我们对面，是省内最好的大学，当然我的也不赖，在省内排第3。由于2个学校离得实在是太近了，温半山天天往我们学校跑。我问他怎么这么闲，他云淡风轻地回我：“你们学校的菜好吃。90年代计算机逐渐普及，学校要求我们参加计算机考试。从小在孤儿院长大的我完全一窍不通，就让学计算机专业的温半山教我。他指着键盘一个小长方块问我这是什么键，我挠了挠头，脱口而出 Shit 键。一旁的他笑得不能自已。好不容易笑完了，他忽然伸出手捏了捏我的脸，看向我的眸子里洒满了碎光，声音低低的，藏着几分宠溺。
他说袁双白笨蛋，后来 shift 就成了他的口头禅，只有我懂他这个梗的由来，周围人只以为是他故意给 shit 搞了个文雅的替代词，只可惜后来的我也变得不懂了。这种漫长的琐碎的藏着希冀与暧昧的日子，悠悠过了4年，临近毕业，温半山签了一家很好的单位，作为单位的重点培养对象，不仅待遇好，福利也好，还特地给他租了一套2室1厅的小公寓。他指着主卧跟我说，袁双白，你要是嫌教师宿舍小，我不介意把主卧让给你住，那间卧室很大，大到我眼睛都亮了。我想都没想就答应了，还再三跟他确认，说好是主卧哦，你可别反悔。当时我也签了一家公办小学当语文老师，那家小学离他的单位和公寓都只有1站公交车的距离，很近很近，近到我觉得我们会就这样在咫尺之遥与对方共度余生。比如晚上在客厅的落地窗旁，趁着暮色喝点小酒，看看夜景，唱点小歌，然后笑盈盈的嘲笑温半山的五音不全。又比如休息日一起逛逛超市，清点菜谱，买些喜欢的菜，让厨艺很好的温半山做给我吃。如果没有意外的话，我们的以后应该就是这样的。如果没有意外的话，为了庆祝，我俩都签到了不错的单位，即将有一个光明而又稳定的未来。温半山做东请我吃饭，那是一家很高端的餐厅，我们小时候想都不敢想的那种高端。正好我有个大学同学在那家餐厅打工，他藏不住话，悄咪咪地跟我说，温半山提前几天去餐厅踩点走流程，又备鲜花又备礼物的，看样子会是一个很大的惊喜。于是那天我精心打扮，还特地穿上了新买的小裙子。温半山的俊脸难得沾上了绯色，他不自主地笑道，袁双白，你今天长得还行，那天我们约好先去孤儿院。院长紧紧握着我俩的手，眼里皆是慈爱。他说，你们俩出息，以后肯定会越来越好的。可惜我和温半山很快就没有以后了。我们在孤儿院的教室里陪小孩子们做游戏，大家咧着牙正玩得开心的时候，窗前一群金雀飞过，刹那间地动山摇，快跑！我和温半山同时大喊，生生撕心裂肺。教室外边就是空地，只要逃出门口就是安全的。几秒的时间来不及做反应，在巨大的碎石朝我砸来的那一刻，我本能地用尽全身力气将最后一个小孩推出门外，碎石砸向身体，发出尖锐的撞击声，可我竟没有一丝丝的痛意。我睁眼什么都看不到，只是无尽的黑暗，可我的双手能触摸到那个怀抱有多温暖，而我的鼻子在浓烈的血腥味中还嗅到了那份好闻又熟悉的气息。小白，别怕！温半山用他的双手和挺阔的后背撑出了我的生路。我双手颤抖着想触碰他，可轻轻一碰，几乎全都是湿的，那都是我的泪和他的血。我泣不成声地唤他的名字，温半山，温半山。他像是用了很大的力气，才轻轻地回应我，别哭了，我在呢，我在呢。小白，我哽咽得不知所措，张嘴想说什么，却什么也说不出，只有断断续续的抽噎声在逼仄黑暗的空间里回荡。他咽下重重的闷哼，跟我说，没事的，小白，死不了。我向你保证，他没有骗我。我和他一起撑到了救援的时候，在黑暗里待久了，听觉变得敏锐，我听见外面窸窸窣窣的救援声。我激动地呜咽着，告诉温半山救援来了。他的声音虽轻，但平稳坚定。我都说了，死不了，毕竟我还欠你一顿饭呢。我强吸着鼻子，抿唇答道，对，那顿饭我一定要吃到。话还未落，忽然间再次地动山摇，我听见外面的救援队喊道，是余震，快跑！我被温半山紧紧地抱在怀里，在那个什么都看不见的黑暗里，我们彼此相拥。时间那么慢，那么长，直到那副怀抱我的身体从温暖一点点的直到冰凉，我还是一直抱着他。我跟他说了好多好多话，可是回应我的只是无尽的沉默和他越来越僵硬的拥抱。我抱着温半山的尸体，在黑暗里度过了3天3夜。被救出的那一刻，刺眼的阳光扎得我眼睛酸痛，但哪怕再痛，我的眼泪也早已流干了。温半山的脊背骨几乎全断了，大腿被手指粗的钢筋深深扎进，刺穿了一半。他那么高大挺拔的一个人，最后的尸体却只有小小的一团，蜷缩的四肢都是为了护住我。救援队在他外套左胸口的里袋里发现了一封信，明明外套里衣都已经破烂不堪，可这封信却完好无缺。我颤抖地展开那封信，那上面字迹俊秀地写着，小白，落笔想说很多，却不知从何说起。
反正来日方长，索性直切正题。我喜欢你，也只喜欢你。你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再后来，我住进了疗养院，不是养伤，是精神出了点问题。医生说是创伤后遗症。我变得怕黑，怕逼仄的空间，很经常缩在角落里，身体在不自主地发抖，眼里却是无尽的空洞。我不知道自己在疗养院待了多久，1个月、2个月，还是1年。总之，后来的我突然失忆了，准确地说是只忘了温半山。不，更准确的说法是，这个世界忘了温半山，他就好像从这个世界抹去了一样，没有人记得他。那个半夜在走廊哭鼻子的他，那个矮小发育不良被欺负的他，那个在孤儿院当孩子王的他，那个捏着我的脸骂我笨蛋的他，那个红着俊脸夸我好看的他，还有那个在地震里护我而死的他，都没有人记得。失忆后，我的精神恢复了正常。出院后，我自己申请了去山区支教。我自己就是孤儿院出来的，所以我清楚，教育对于贫苦的孩子来说，几乎是唯一的出路。山区的生活清贫但快乐。就这样过了几年，学校的设备老化导致了一场大火，看着所有孩子得以无恙，我在熊熊大火中欣然死去。灵魂出窍的那一刻，我的脑海里突然涌入了许多记忆，或零碎的，或完整的，全都是关于温半山的。我崩溃又恍惚，他是真实存在的吗？为什么这个世界没有哪怕一丝丝他的痕迹？我的精神再次错乱，直到喝了孟婆汤，才把我从崩溃的边缘拉了回来。恢复记忆的我跪在地上哭得不能自已。别急嘛，孟婆看着泣不成声的我，再次施法打碎了另一个飘荡的记忆瓶。不是说了还有礼物送你？刹那间，另一段记忆涌入我的脑海，那是温半山的记忆。地震死后，他功德圆满，飞升仙级。看到凡间的我，精神失措恍惚，宛如一副行尸走肉，悲怆万分，便祈求天地能够消除我的记忆，不得因私欲而干涉凡间之事，是天规。天帝自然没有答应。而温半山，他那么高傲的一个人，在天帝殿内足足跪了7天7夜。天帝亦有私欲，便和他做了一笔交易。九重天的制度与人间的企业制度有相同之处，每位神仙工作满200年，便可选择退休；若自愿工作500年，且绩效双倍达标，便可晋升为神阶。但随着近年来躺平风气盛行，年轻先辈皆干满200年就火速退休，导致九重天始终仙位空缺。所以天帝跟温半山签了一纸卖身契，要义务为九重天打1000年的工。也正是因为这样，温半山才成了九重天上爬得最快、最为年轻的小天帝。事先提醒我没办法单独抹除那个女孩的记忆，天帝垂眸告诉温半山，我只能在那个世界抹除你的存在，抹除后你就在那个世界彻底消失了。你确定想清楚了？温半山没有犹豫地点了点头。没事的，我还记得就好，只要我还记得我们的一切就好。温半山看着我开始新生活之后，便因天帝的要求被调动到北海出差，再回来时便在月老殿见到了我。世间千百轮回才能圆满登仙，他本以为他会守着那段曾经，孤独地度过漫长的100年1000年，这是有多万幸才能再次相遇。他雀跃欣喜，但也忐忑不安。小白，你还会记得我吗？结果发现我不仅记不得他，甚至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他猜出我喝了孟婆汤，所以去西园山郊找到了孟婆，明白了所有的一切。如果关于我的记忆让你如此痛苦，那我希望你永远不要记起。小白，就做九重天上无忧的小仙子吧，我会用新身份和你重新开始。后来，也就是那些后来了。我看着剑庭战神的影分身，在自己怀中消散的无助与绝望，都是源于记忆深处里的他。他知道我因创伤而怕黑，所以去北海求了许久的夜明珠。他知道我因无处知晓的生日伤怀，所以偷偷对外改了自己的生日，把日期改成了我的入院日。孤儿院的小孩都把入院日当成是生日。他总是借口说不喜欢的长寿面，其实是他为我准备的，只属于我的长寿面。恢复所有记忆的我，刚回到九重天，便见到远远的有人在等我。我扑进他怀里，双手环抱着他，告诉他我好想你。回应我的是更紧密的拥抱。他说我也是。清风徐徐，我牵起他的手。温半山，你还欠我一顿饭呢，这次是真的，我会在咫尺之遥和你共度余生。晚安。